公元346年，桓温不打招呼，直接出兵西征，临走前才象征性的给朝廷去了一封文件，表示我桓温今天要灭蜀。接到消息的东晋朝廷吓得一惊，诸大臣纷纷思考桓温先斩后奏，以下犯上，到底意欲何为？而听说了这个消息的观众老爷们也吓了一惊，什么？蜀国已经独立了？什么时候的事儿？谁干的？所以要讲桓温灭蜀，就不能只讲桓温，也不能只讲蜀国，我们需要把目光拨回到50年前，拨回到傻皇帝司马衷的时代。从西晋建国之初开始，帝国边境的胡人问题就始终是一个老大难。当然，这也不能全部都归咎于西晋。我们已经在40多期的视频里反复的提到过，胡人陆陆续续的接近、包围、入主华夏，是一个长达50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到西晋时期，甫一开国，还没有来得及灭吴统一天下呢，边疆就爆发了突发枢机能之乱。西晋太史4年，公元268年，连年大旱让河西、陇西地区赤地千里，数以千万计的各族民众陷入到了空前的大饥荒当中。秦州地区历来胡汉混杂，尤其以鲜卑人最多。正是考虑到复杂的民族现状和严峻的天灾压力，武帝司马炎恐怕因天灾再生出人祸，于是呢，任命胡烈为秦州刺史，派遣他前往河西地区处理此事。没成想，胡烈人如其名，行事风格霸道、狼性。到任之后，他不仅没有能够有效的抚恤灾民、缓和民族矛盾，反而是采取高压政策，重拳出击，先屯兵于高平川，然后又派兵进攻麦田一带，对聚集在此地的河西鲜卑挥动屠刀。在胡烈的暴政之下，求生存而不能的羌、戎、汉等族的人民最终被激起了民变。公元270年，太史6年，突发枢机能发动反抗斗争，随后便是西北局势的每况愈下。本来应该执行西晋朝廷防微杜渐政策，提前解除西北危机的胡烈，成了西北危机事实上的导火索。他本人也在与突发枢机能的战斗当中兵败身死。不久之后，另外一位地方大员凉州刺史苏瑜又被突发枢机能击杀于金山。1年之后，继任苏瑜的凉州刺史千弘又被突发枢机能联合北地胡击杀于青山。在这儿补充一句，这个千弘是当年刘备的好友曹操的平鲁校尉燕门太守千昭的儿子。然而又仅1年之后，突发枢机能的部将若罗拔能又在武威大破晋军，杨欣成了第3个战死的凉州刺史，第4个死于西北战事的封疆大吏。西北局势如此糜烂，已经到了让武帝司马炎吃不下睡不着的地步。这场抗争运动，当然对于西晋士族老爷们来说，应该叫做秦凉之变，前前后后一共打了10年，最终以突发枢机能被斩杀，其他胡人部落土崩瓦解而告终。然而这场令西晋伤筋动骨的秦凉之变，却只是西北地区突出的民族矛盾大爆发的前奏。10余年之后，到了傻皇帝晋惠帝时代，公元294年，元康4年，匈奴人郝散在上等地区起兵。元康6年，又有氐族豪帅齐万年在关中起兵。齐万年的起义再次引爆了西北局势，天水、略阳、扶风、武都等地的氐羌族人纷纷响应，队伍很快再次扩充到了10万多人。他们多次围攻泾阳，又多次击败西晋部署在本地的雍州刺史谢系的部队。最终，起义军在陕西前线驻扎下来，矛头直指关中第一要塞长安。为了应对战局，贾南风任命梁王司马荣为征西大将军，派他和将领夏侯浚、周处前去镇压起义军。这个周处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除三害的周处。而此战的结果却是以周处弹尽粮绝，战死沙场，司马荣龟缩堡垒而告终。到了公元299年，关中西北地区爆发瘟疫，人民死亡惨重，齐万年的队伍因失去流民百姓的支持而人数骤减，兵力大幅度下降。最后在日渐衰微的背景之下，齐万年被西晋部队俘虏，随后斩杀。虽然齐万年之乱依然在大晋的铁蹄之下烟消云散，但这一场又是持续了4年的动乱，着实震慑警醒了西晋朝廷的有识之士。比如江统就有鉴于齐万年的起兵，深感四夷有乱华之危险，呼吁朝廷应该早做准备，并为此创作了震烁古今的《齐戎论》。尽管发生在八王之乱前的3次西北起义最终都被晋王朝艰难地扑灭了，但这些起义的后续影响却极为深远。自从晋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之后，
由于关中西北连年遭遇天灾、瘟疫、战乱，导致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始终都是处于停滞状态，水利设施失修，几乎无年不旱。而农业生产的乏力，则是直接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大饥荒。元康7年之后，秦雍2州大旱极疫、米糊万钱的记载反复出现。在大饥荒、大旱荒、大瘟疫的背景下，秦雍地区包含在胡汉在内的各族人民想活命而不得，只能抛弃家园，变成流民，前往那些尚有物质生产的地区去求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灾民前往了四川地区，这就是导致了巴蜀地区从晋王朝版图中分裂出来的流民入蜀事件。元康年间，略阳、天水等6郡数万户，包括汉、氐、从等族在内的10余万口百姓，出发前往汉中地区求食。在求食的过程当中，6郡大姓诸如李、任、严、赵、何、上官等，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了流民的领袖，其中又以李氏兄弟最为突出。李特、李祥，略阳郡从人，他们在逃亡的途中经常抚慰贫困，出钱出物赈济灾民，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是6郡大户，由此深入人心，被流民们自发地推举为流民领袖。流民来到汉中后不久，汉中地区的粮食就不够用了，于是李祥、李特等大族计划入蜀求食。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西晋朝廷的断然拒绝，还派御史李泌专门前往关中，其主要目的就是阻止流民南下间隔。不过吧，大家也知道我晋官员的那套作风，李特、李祥这些豪族想要拿捏李泌还是比较轻松的。在一系列的运作之下，李泌接受了流民们的贿赂，最终上书朝廷说蜀中粮食充足，可以救济，6郡流民因此就得以合法的进入了蜀地。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流民入蜀最开心的竟然不是流民自己，反而是本地的长官益州刺史赵鑫。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逮捕并诛杀皇后贾南风。随后司马伦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清洗贾后一党，而这个赵鑫正是贾南风的亲戚。司马伦给赵鑫许诺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就由你到中央来任职大长秋。随后便是一纸调令，解除了他益州刺史的职务，要求他即刻交接工作，返回洛阳。赵鑫当然清楚，司马伦的这封诏书其目的不过是调虎离山，倘若真的离开益州，那恐怕自己前脚进宫，后脚就是人头落地了。正当赵鑫对这则调令而发愁之际，李特、李祥以及10几万流民来到了自己的辖区。所谓造反一念起，顿觉天地宽。赵鑫立刻就意识到，只要自己能将这10余万流民作为资本，利用好李特、李祥这样的流民豪帅，那么效仿刘备割据四川也不是没有可能。随后赵鑫开始疯狂拉拢流民，他下令益州全境开仓放粮，自己又亲自视察灾情，嘘寒问暖，还将流民的领袖如李特等人引为心腹，拉着他们的小手称兄道弟，甚至将流民帅安插到了部队里任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赵鑫借助流民力量，将西晋部署在川蜀地区其他高级干部，例如蜀军太守、西夷校尉等，统统捕杀，然后又兼并了本地的西晋正规军，连同流民军一起，将进入四川的关键要道全部封锁。就这样，到了元康元年年底，赵鑫已经成了事实上的蜀地王，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巴蜀地区已经隐隐有了割据的趋势。当然，对于那些起到关键作用的流民帅们，赵鑫也没有忘记。对于其中出力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李祥，赵鑫给予了格外的重视。他认认真真地规划了一番，然后找了个大不敬的理由，发动火并，将李祥及其子侄10余人当场处死。甚至赵鑫在杀了人之后，还表演一个巴掌一个甜枣的把戏。他派人把李祥的尸体送回去，给李祥的二哥李特说，李祥说了不该说的话，按照朝廷规制理应处死，但是你们兄弟几个都是无辜的，放心吧，你们还可以继续跟着我干。李特愤慨异常，心想按朝廷规制，你分裂祖国早该死了。随后李特立即动身，接过弟弟的旗帜，率领本部族流民转移至绵竹地区，随时准备开战。或许坐在门阀的位置上太久了，赵鑫对李特的反应显然是估计不足，他感到困惑不解，心想这些贱民怎么不珍惜我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反而还生气地走开了呢？当然，李特这些流浪的乞丐很快就会教会他一个道理，在真正的斗争面前，阴谋诡计无力也无效。永宁元年，公元301年2月，
李特率领流民军夜袭赵鑫的绵竹大营，一战击杀正规军上万人，随后掉头南下，直扑成都。赵鑫还没有反应过来，成都就已经沦陷了。慌乱中，他只能乘小船出逃，结果还没有走上几步，就被自己的仆人所杀，脑袋割下来献给了流民军。战后，李特写了一封信，向西晋政府控诉赵鑫胡作非为，残害流民，请朝廷为自己做主。由于赵鑫是首先叛乱朝廷，所以西晋朝廷没有追究李氏兄弟的罪责。不过，尽管眼前是八王之乱打得最凶的一个阶段，但朝廷里有关部门还是艰难地拿出了一个方案，委派了一个新官员来管理蜀地。罗尚成为新任刺史，带着7000余人接管了益州。罗尚到任之后，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地方大员借助流民造反，他的全部工作重心只有一个：督促流民北返家乡。此时，整个北方已经在八王之乱中打得血流成河。李特知道，蜀地以外的地区根本不可能供给如此之多的流民，流民出蜀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便继续金银财宝开路，贿赂罗尚，请求宽限到秋后再返乡。罗尚是个昏聩的人，他收了人家的钱财，只能先表面上答应李特，幻想着等到秋后，李特他们就老老实实的上路了。当然了，平心而论，李特等人也只是缓兵之计，即使真的到了秋天，他们也不可能北返。正当双方陷入僵局，暂时搁置矛盾的时候，我晋特有的贪婪残暴型的官僚又开始出来作妖了。广汉太守辛冉，此人可谓是贪暴成性，他无视李特跟罗尚达成的秋后返乡的协议，不仅强行督促流民马上返回，而且还大肆搜刮流民的财物，在蜀地必经道路上设置关卡，专门对流民进行勒索。甚至当看到一些流民首领颇有家资之后，辛冉竟直接下令杀人，杀了人之后再抢夺他们的财物。堂堂父母官竟然跟山贼强盗一样杀人越货，也算是时代特色了。辛冉的举动使本来就不愿意离开的流民们更是恐慌，他们纷纷骑着马带着弓向李特所在的绵竹赶去，不到1个月就聚集了超过2万人。辛冉本来就仇视流民，又看到流民纷纷归顺李特，已经有了难以制约的架势。再看看自己的长官罗尚，还在为收了几件破烂金银财宝而沾沾自喜，他便是怒不可遏，忍无可忍。最终，辛冉决定绕过罗尚，私自命令3万多人进攻李特。不过，李特本来就比罗辛二人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对斗争的态势把握也很精准。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流民军提前修理甲胄，打造兵器。等到辛冉部队来犯之时，李特率领流民军严密戒备，迎头痛击。至此，流民们终于算是被比较完整的组织起来了。6郡流民在此时推举李特为首领，成立军政府。李特自称镇北大将军，之后又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正式与西晋政府开始对抗。可笑的是，当初对那些流民们喊打狠杀，恨不能将之原地消灭的将领们，如辛冉等，面对李特的攻势却是节节败退。最终，辛冉被流民军一刀结果了性命，而那个贪财吝啬、窝窝囊囊的罗尚却在此刻支棱了起来。毕竟这个罗尚是当年蜀汉大将罗宪的亲侄子。李特在击杀辛冉之后，准备挥师直指成都，一举拿下罗尚。然而，虽然罗尚也是屡屡战败，但他显然更具有大将风范。面对战斗意志旺盛的流民军，他采取守势，以逸待劳，借助江水构筑了一条向西延伸至都江堰、向南抵达的彭山，旨在保卫成都的长达700余里的防线。这条防线确实迟滞了李特，流民军没有水军，往往只能望江兴叹。这一挡就又是1年，一直到西晋泰安元年公元302年，李特才在接连击败2路援军的情况之下扭转了战局，有了再次围攻成都的条件。成都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在流民军的进攻之下，蜀军太守徐简投降，献出外城，而那个蔫蔫的罗尚此时却开始上演不抛弃不放弃，依托内城继续负隅顽抗。李特再次困顿脚步，只能选择与罗尚僵持对峙。不仅如此，罗尚不但没投降，竟然还反将一军，悄悄派人出城拉拢策反那些已经投降李特的本地豪族，约定只要时机一到就开始反攻倒算。泰安2年公元303年2月10日，罗尚突然对李特大营发起袭击，与此同时，蜀地豪族也迅速响应，在各自的屋堡内大肆诛杀流民。
此战致使刘民军损失惨重，李特本人死于乱军之中，脑袋被割下来，快递到了首都洛阳。刘民军一败涂地，彻底退出成都地区。事已至此，我们很难说李特和罗尚哪一个是正义的，哪一个是邪恶的。事后，罗尚继续乘胜追击，刘民军先是战败，又遭遇内部叛乱，最后又丧失了多年以来割据的城池，逐渐被罗尚合围起来。面对惊人的惨败，刘民军被吓破了胆。李特的四弟李刘觉得大势已去，主张向罗尚投降，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禁军中做人质。但李特的儿子李雄坚决不同意，他深知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外地流民和属地豪帅已经是血海深仇，流民一旦放下武器，那就是自取灭亡。随后，李雄召集了部分愿意跟着自己的将士，带领他们向西晋建平郡太守孙富发动了一次袭击，并将之大败，向流民们展示出来我们仍能战斗下去的实力。见到此情此景，李雄的四叔李刘也深明大义，逐渐将指挥权转移给了李雄。至此为止，成汉建国的故事就走到了尾声。往后的历史记载不堪明晰，我们只知道半年之后，李刘因病逝世，李雄正式接管流民军，并且再次将战线反推到了成都，再次将罗尚包围在内城之中。又3个月之后，罗尚在山穷水尽之下弃城逃跑，逃往泸州，李雄终于占领了成都。然后转过年来，公元340年，李雄即尊位，自称成都王，建年号为建兴，成汉正式立国。关于为什么成汉立国前后的史料这么少，我个人的观点推测呢，主要是自流民入蜀以来，前后6、7年的惨烈战争已经将蜀地打成了一片白地，双方都不得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死撑。比如李雄，堂堂流民统帅，自称的成都王，竟然要亲自下地挖野菜充饥。也正是在这种残酷的考验之下，双方都靠着最后一口气撑着，不需要靠这口气撑到所谓的天下太平，而只需要把对面率先熬垮就行了。所以不是李雄比父亲伯叔们更英明，而是时局走到了今天，李雄强撑着那口气走到了最后。公元346年冬天，成汉立国40余年之后，桓温上书奏请伐蜀。奏书上完，不等朝廷回复，桓温就带着益州刺史周辅、南郡太守司马无忌出发上路了。而东晋朝廷收到消息之后，则顿时炸了锅。有的人说，桓温大概是失了心疯，从荆州到成都，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都足足2000里以上，道路曲折危险，还没有后勤补给，他嘴皮一碰就想灭亡一个有大纵深的国家，那简直是屎壳郎打哈欠，好大的口气。有人说，桓温在荆州既要防着北面的后赵，又要盯紧西面的成汉，本来就左支右绌，勉强支撑而已。当年汉光武刘秀灭蜀，曹魏的钟会邓艾灭蜀，都是集结于数倍敌人的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停，龟速前进。现在桓温满打满算也就是只有数万人，他怎么敢如此狂妄，直插敌人老巢呢？还有的人说，桓温无视朝廷威严，未经批准擅自动兵，无论输赢，回来都得弄他，治他的罪。上期我们说，桓温身上有一股赌徒的气息，而伐蜀正是这一气质的具体表现。相较于朝廷里那些高谈阔论的人，桓温可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思考困难重重。桓温只知道千载难逢的伐蜀契机就在眼下。6年前，国舅爷于亮曾经试图开启北伐，为了保证大后方稳定，于亮在北伐前先出手震慑成汉，出兵夺取了巴郡、江阳郡。而于亮拿下的这几处，恰好给桓温开通了通过峡口顺流而上的机会。与此同时，近年来成汉内部又持续动荡。此时在位的是李氏，此人骄奢淫逸，偷奸耍滑，政务不振，致使蜀地百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活不下去而落草为寇的流民。成汉的基层治理基本宣告失败。到了346年，也就是桓温决定伐蜀之时，成汉的太保李毅又起兵造反，跟皇帝李氏在成都城外打生打死，颇为精准地复刻了我晋八王之乱的故事。正是看到了敌我两方面力量的此消彼长，桓温意识到当前的成汉处于历史周期中较为衰弱的一个阶段，无论从内从外，伐蜀都具备了历史契机，因此桓温才决定铤而走险，计划灭蜀。自古以来伐蜀，北方政权基本上都是通过秦岭多条蜀道，诸如陈仓道、保斜道、子午道来南下，要死要活的拿下汉中之后，或者选择走水路去长江支流汇合，
或者继续走陆路，死磕间隔，随后便可以剑锋直指成都，灭亡政权。而南方法属则往往是沿着长江顺流而上，或到达重庆之后，沿着涪江到达绵阳，然后走陆路逼近成都，或是到达泸州之后，沿沱江而上到达德阳，然后走陆路逼近成都，又或者到达宜宾，沿岷江而上，经乐山、眉山直逼成都。总之，借助长江及其支流，桓温可以从3条路线中选择一条，凭借水路运输物资，保证粮草供应，比较顺利地接近成都。当然，凡事有正就有反，桓温看似有3条路可以选，但事实上，一旦自己选择的那条路被敌人发现，那就极有可能被包围于途中。公元346年永和2年11月，桓温踏上西征路。出发前，荆州地区的各级干部们都对桓温的西征一事表示忧心忡忡，而桓温的好友刘谭却不以为意，认为桓温出征必定成功。他放出话来说，桓温以前是个赌狗，平生最是小心翼翼，赌不赢的话就不会轻易出手。要我说，大家伙先别担心桓温会不会失败，先担心他大胜归来之后，朝廷还能不能治得住他吧。说到刘谭，就不得不提他跟桓温的一个名场面。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桓温准备出门打猎，于是便换上了军装，带着队伍出门。临行前，他先拜会了一下当地的名士，其中就有刘谭。刘谭自是与桓温是老相识，俩人还是姻亲之谊，于是故意捉弄了一下桓温，说老贼大雪天穿成这样，寓意何为？同行的人尽管知道他俩的关系，但听到刘谭的口气这么臭，也不免在大冬天里为他捏了一把汗。然而对待名士，桓温也自有名士做派，只见他无羞无恼，甚至没什么表情，淡淡的笑着说，我若不为此，你们哪能坐在那儿坐而论道呢？是啊，桓温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基于建功立业出发的。有赖于余亮余兵兄弟当年尚未开启便结束的北伐，桓温的大军得以在长江中上游顺利前行，悄悄逼近几条支流。在路过古虞阜县的时候，下属来报说江畔矗立着许多巨大的石块，排列整齐，似有规律，非常怪异。桓温也来了兴致，登高远望才发现，那是100年前诸葛亮在此布设的战阵遗址。眼见自己的文武官僚们大眼瞪小眼，无一人识得此阵。桓温告诉大家说，这是诸葛亮所布的8阵图之一，常山之蛇阵。所谓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徐州地方历来大规模征战50余次，对不起，串台了。或许是成汉真的该灭绝，也或许是成汉国主李氏昏庸到了极点。桓温一行上万人，又是战船又是兵马，一路在长江上游荡了4个月，逆行了1000多里，竟然毫发无损，一枪未发，从未被发现的一口气到达了青衣县。青衣即如今的雅安市名山区，此处距离成汉首都成都只有200里了。得知东晋的军队突然出现在首都附近，成汉的君臣大惊失色，终于舍得把脑子从脚后跟里拿出来用一次了。李氏急忙派兵抵抗，任命右卫将军李福、镇南将军李全、前将军攒坚带兵出击。在成汉军队的认知当中，桓温大军长途跋涉，一路上一枪不放，肯定不是来扩张地盘的，其目的应该就是直捣黄龙，对蜀汉军民实施斩首行动。因此，成汉将领制定了在大江以南设伏，将桓温隔绝于成都外围防线的作战方案。然而关键时刻，总有大聪明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前将军攒坚完全没有搞清楚情况，他还以为桓温在长江的干流上，因此坚持要渡江南下，在前围县阻击桓温。结果就是，当攒坚风风火火地往前围赶的时候，桓温再次一枪不发，丝毫未遭遇抵抗的到达了彭蒙，此处距离成都只有100里了。事已至此，所有人都知道灭国大战即将爆发。成汉方面，皇帝李氏急得暴跳如雷，要求诸军迅速返回，保卫成都，并力图将桓温围堵在彭蒙附近，进而围歼。当然，桓温方面也很紧张，成都城里的部队极有可能倾巢而出。攒坚那个大聪明，虽然人在长江，但是要回防也就是1-2天的路程。此时有参谋建议将部队兵分2路，用以分散敌人火力。关键时刻，前锋将军袁乔建议说，我们孤军深入上千里，身处敌后，一旦不能速战速决，成汉方面反应过来，我们4处受敌。
到时候没有1分钱的胜算，因此建议重点进攻成都。听完正反两方的发言之后，桓温略作沉吟，随后迅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留下少量人马在彭模看守辎重，其余部队不做纠缠，全军迅速北上出击，直捣成都。可以说，桓温此时的态势十分凶险，极易遭遇腹背受敌的险境。当桓温玩了命的向成都赶的时候，那个大聪明攒坚也在没命般的追桓温。然而这场追击战的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当晋军已经到达成都南郊外10里的时候，攒坚才刚刚追上桓温。他一看晋军已经在城外了，觉得大势已去，于是一哄而散，部队原地崩溃了。攒坚的行为着实让人思之发笑。那么成汉派出的右卫将军李福、镇南将军李全此刻又在干嘛呢？果然李福也没有找到战略重点。眼前李福正按照皇帝的指示，在辛辛苦苦地攻打桓温留守在彭模的辎重部队。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抹杀这支队伍的成绩。留守彭模的将领是孙奋，虽然他在这场灭国大战中没有抢到所谓的主功，但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留守的彭模是大军的根据地。倘若前面桓温进军不成，撤退下来，彭模还有物资粮草可供补给，还能让大军缓一口气儿。倘若彭模失守，桓温又没有能够一击中地，那这几万人必然都是刀下亡魂。因此尽管承受了大部队的进攻，但由孙奋等人领导下彭模留守的部队还是在艰难的反击之下将成汉击退。而成汉最后一路人马镇南将军李全则是由桓温亲自料理。双方在成都城外遭遇之后，桓温强势反击，李全3战3败，最后喜提其余2路人马的待遇，部队崩溃，士卒逃窜。至此为止，成汉派出阻击桓温的3路大军全部战败。还在等战报的皇帝李氏惊震不已，面对亡国危机，他不得已也只能亲自带兵出战。当他遭遇桓温的时候，桓温已经到达距离城墙只有4、5里的左桥。有时候功业是一段短短的左桥，桓温在这头，李氏在那头。成汉与东晋之间的终极决战就在公元347年3月，成都城外的左桥上爆发了。左桥之战，桓温、李氏都赌上了一切。一直晕头转向的成汉军队此时也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意志，他们一度冲杀到距离桓温中军大帐只有数百米的地方，弓箭手甚至能将箭射到桓温面前。晋军的中层将领、参军、公户也不幸在战斗中牺牲。眼见战斗如此的惨烈，双方僵持不下，桓温或许想要重整旗鼓，也或许意识到有些事情非人力能够勉强。总之他动了撤退的心思。思来想去之后，桓温还是下了撤退的命令。然而历史的荒诞再次上演了，鼓手不知是听错了口令，还是一紧张搞错了动作，他竟然将退军鼓敲成了进军鼓。桓温大军此时已经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听到进军命令传来，大家面面相觑。思来想去，断定敌人才是强弩之末的那一个，我们即将迎来最终的胜利了。随后晋军开始全线大反攻，前锋袁乔甚至拔出宝剑亲自参与到战斗当中。在猛冲猛打、穷追不舍之下，桓军大军最终一举攻陷成都城。皇帝李氏甚至没有来得及收拾行囊，就连夜遁逃90里，跑到了加盟关躲起来。公元347年3月27日，山穷水尽的李氏给桓温送来投降书，在信中李氏说：韦嘉宁2年3月27日，略阳李氏叩头死罪。至此，割据巴蜀长达40年的成汉帝国终于覆灭了。巴蜀地区在分裂了43年之后，也再次回到了东晋版图。凭借灭蜀之战，桓温向天下人展示了他的魄力、格局以及野心。凭借灭蜀之功，桓温再进一步，年仅36岁的他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至此，桓温正式站在了时代的浪潮上，成为了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风云人物。再往后，桓温的对手除了那些异族的领袖、胡人的豪帅和天才般的将领，更多了一些东晋内部的平衡大师、制约狂、掣肘派。或许创下灭国之功的桓温眼前会喃喃自语道：我这一生如履薄冰，你说我能走到对岸吗？